6年前，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砸锅卖铁也只能供2个孩子读书。父母让我们抽签决定，抽到的2个去上学，剩下1个留在家里干活。那天我明明抽到了上学的签，可爸妈却死死攥着我的手，硬生生把那根代表着希望的竹签掰断。苏瑞，你是家里年纪最大的，理应让着弟弟妹妹。你一个当大哥的，怎么好意思跟他们抢？母亲那理直气壮的声音，至今依然像锥子一样扎在我的脑子里。于是，我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最小的妹妹苏娇，把走出大山的机会让给了老二苏强。父亲把那片连根水草都长不出来的废弃蟹塘分给了我。父亲抽着旱烟，拍着胸脯向我承诺：苏瑞，好好干，等你长大了，这塘就是你的了。以后靠着养殖赚钱，绝对能让你在村里风风光光的娶上老婆。我相信了，虽然不能上学，但我骨子里热爱学习，经常搜集各种别人不要的书籍。平时一边在塘里挑粪清淤，一边听着那台从废品站淘来的2手破收音机，疯狂学习外面世界的知识。6年的起早贪黑，我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脖子被太阳晒得脱了皮，但我硬生生把一个烂摊子干成了全镇水质最清、螃蟹个头最大的黄金水塘。小苏啊，你给我透个底，这大闸蟹到底啥行情？我那几池子蟹是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同村的老张叔蹲在塘边，一边抽着旱烟，一边看着我清澈的蟹塘，眼里满是羡慕。张叔，你抬举我了，我就一满身烂泥养蟹的。我一边往水里抛洒着我自己研制的秘制蟹食，一边笑着说：瑞子，你少跟我这老头子装，你那蟹塘原来是个啥绝户地，全村人都知道，应是让你这小子盘活了。你要是不懂行情，咱们这10里8乡就没人懂了。我擦了擦手上的腥泥，看着水面笃定地说：张叔，你要是信我，就死死捂住别卖。我天天听收音机里省城的经济广播，今年秋季起网，南方大旱，螃蟹产量暴跌，价格绝对翻倍。你现在卖，那就是把金砖当破砖头扔水里。老张叔猛地一拍大腿：得嘞，听你小子的准没错。我看着满池子吐着泡泡的肥美大闸蟹，心里盘算着，等今年秋天起网，这满塘的螃蟹起码能卖出6万块的巨款。我满心欢喜的走到村口小卖部，用公用电话给我谈了3年的青梅竹马陈雅打去电话：小雅，你再等我几个月，今年秋天把蟹全出了，明年开春我就去县城买一台全村最大的大彩电，给你绑上大红花，风风光光的把你迎进门。电话那头，陈雅的声音透着一丝不耐烦：真的，苏瑞，你可别再给我画大饼了。隔壁村李翠结婚，人家男方连摩托车都买上了，我这青春可都耗在你身上了。这回是真的，行情我算得死死的，你等我。然而，当我满怀憧憬，脑子里全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规划，回到家时，眼前的景象却如同五雷轰顶，将我彻底劈碎。几个大腹便便的水产贩子正指挥着手下的工人，拿着大网兜，在我那片心血蟹塘里疯狂拉网。那一张张网下去，捞起的不仅是还没完全长成的大闸蟹，更是我6年来的血汗。你们在干什么？我疯了一样冲过去，双眼瞬间充血，一把夺过一个工人的网兜。谁让你们下网的？这塘里的蟹到了秋天起码翻倍，现在才刚入夏，你们动什么网？都给我滚开！喊什么喊？嚎丧啊你！母亲冷着一张脸，双手叉腰从堂屋里走出来，眼神里没有半点心虚，反而满是毫不掩饰的刻薄。我们已经做主把糖卖给这几位老板了，连糖带蟹，统共卖了6000块钱，钱我都收了。我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原地，浑身发抖地看着他。6000块？你们疯了吗？那塘蟹只要等到秋天，起码值6万，6万！你们怎么能背着我把它贱卖了？你二弟苏强马上要在县城娶老婆，人家女方开口就要4000块彩礼钱，少一分都不嫁。你3妹苏娇下个月要去省城上大学，学费、住宿费加起来要2000，这蟹塘不卖，这6000块从哪儿来？天上掉下来吗？母亲理直气壮地指着我的鼻子，唾沫横飞。那也不能这么打折贱卖啊！那是我的糖，那是你们答应留给我的。我只觉得胸口气血翻涌，嗓子里泛起一股血腥味。你个不知好歹的白眼狼！父亲抄起门后的扫帚，粗暴地打断我，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二弟要成家立业，传宗接代。你3妹是光宗耀祖的大学生，他们2个才是咱们老苏家以后的脸面。你一个在泥水里打滚，连初中都没毕业的泥腿子，给他们让一让，斗个底儿怎么了？再说了，这地是老苏家的，怎么处理老子说了算？轮得到你来放肆？我浑身剧烈的发抖，指着那片被翻得浑浊不堪的水面，声音凄厉：这蟹塘是我一个人从荒地里一锄头刨出来的。你们说家里穷，上学的机会我让了。你们说没钱买饲料，我起早贪黑去河沟里捞鱼沙剁饲料喂6年啊！我干了整整6年，你们拿我的天险填他们2个无底洞的窟窿。你不过是给家里干活的，有什么出息？以后老了还不得指望你弟弟妹妹在大城市混好了，回来拉你一把。母亲冷哼一声，不耐烦地摆摆手：行了，少在这丢人现眼。合同已经签了，白纸黑字板上钉钉的事儿，
没你说话的份儿。指望他们拉我一把。我惨笑一声，极度的绝望和悲愤在这一刻化作了冰冷的死寂。我的目光扫过这对满脸刻薄与贪婪的父母，突然觉得无比的恶心。好的很。我咬着牙，一字一句的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这6年的血汗，就当是我还了你们的养育之恩。以后你们养老去找老2、老3，别来找我。我连夜回屋，将自己那几件破旧的衣服塞进一个洗得发白的破帆布包里，一无所有的离家出走。刚走到村口，深秋的冷风吹在身上刺骨的寒。陈雅站在村口的百年老槐树前，拦住了我的去路。小雅，我看着她，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苏瑞，我们分手吧。陈雅看着我手里那个破烂的帆布包，又看了看我裤腿上的干泥巴，眼神冰冷，像是在看一个路边的乞丐。小雅，你怎么了？我心里一紧，全村都已经传遍了，你6年白干，谢堂被你爸妈6000块钱给贱卖了，你现在净身出户，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口袋里比脸都干净。你拿什么娶我？拿你画的那个大彩电的饼吗？陈雅嗤笑一声，满脸的鄙夷。你等我，我懂行情，我去县城从头再来，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你醒醒吧，你连自己辛苦6年的产业都护不住，被你那对吸血鬼爹妈拿捏得死死的，你拿什么护我？以后嫁给你，我还不是要像你一样忍受他们？陈雅往后退了一步，像躲瘟神一样。李翠的老公今天刚给她买了一条金项链，而你呢，只配一身鱼腥味儿。以后别来找我了，我嫌丢人。陈雅头也不回地走，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发出的声音将我那颗原本温热的心彻底踩成了冰碴。我咬了咬牙，没有流一滴眼泪，转身踏上了去往县城的夜班客车。我打算在县城做点小生意站住脚，只差100块进货的本钱。在县城最繁华的十字街头，我找到了正在一家高档西装店里试衣服的2弟苏强，以及在旁边挑选连衣裙的3妹苏娇。他们花着我的血汗钱，在这里挥霍无度。我推开玻璃门走了进去。老2、老3，我想在县城里做点小生意，借我100块钱当本钱。我以后赚了双倍还你们。苏强正对着镜子整理他那套价值200块的新西装，闻言从镜子里瞥了我一眼，嗤笑出声：“大哥，你是不是在村里待傻了，还没睡醒啊？你连报纸上的字儿都认不全，你跟我说你要做生意？”苏娇更是夸张的捂住鼻子，连连往后退了好几步，满脸的嫌弃。就是啊，你闻闻你身上这一身水腥味儿，熏死人了。二哥的彩礼钱和我的学费都是爸妈东拼西凑的，你怎么好意思张嘴就要100块？你要是真闲得慌，就回村里继续种地挑粪去，别在这儿碍眼。东拼西凑！我冷笑出声，胸膛剧烈起。那是卖了我辛苦6年的谢堂换的，那是我的血汗钱，我娶老婆的钱。你别在这儿撒野了。苏娇满脸嫌恶的用力推了我一把，将我推向门口。你赶紧走，千万别说你是我大哥。要是让我同学或者熟人看见了，我一个光宗耀祖的大学生，脸往哪儿搁？我看着眼前这2吸血鬼弟妹的嘴脸，看着他们用我的心血换来的光鲜亮丽，我的心被狠狠地刺痛。行，你们不借是吧？你们给我记住今天的话。我指着他们，声音比外面的寒风还要冷。这辈子别来求我。我转身走进了县城无边的夜色中，天桥底下寒风呼啸，我裹紧了身上单薄的破夹克，孑然一身走在阴暗的桥洞下。换做旁人遭遇父母剥夺家产，兄妹羞辱，未婚妻落井下石，这一连串打击恐怕早已崩溃跳河。但我的眼神中没有半点落，反而透着捕饿狼出匣般的幽光。既然那帮吸血鬼觉得我是个离了家就会饿死的泥腿子，那他就让他们睁大狗眼看看什么叫降维打击。哎呦，我的亲娘哎，这可咋整？再卖不出去，明儿个我连肉饼都啃不起了。一阵哀嚎打断了我的思绪。角落里，一个面相憨厚却愁眉苦脸的小胖子正冻得瑟瑟发抖，手里捧着一张肉饼。他叫大熊，是个在夜市摆地摊卖盗版光盘的底层混混。此刻正愁眉苦脸的，一边啃着肉饼，一边唉声叹气。我走过去，翻了翻他面前摆着的一溜盗版光盘，淡淡开口：“你把卖流行风尚的摊子摆在全是流浪汉和穷苦人的桥洞，是打算放给水里的王八听吗？”大熊本就心烦意乱，闻言脖子一梗，没好气的呛：“你个乡巴佬，懂个屁！我这可是托关系从南边弄来的正宗尖货，尖货也得找对买主，这在商业上叫目标客群错位，营销也是有技巧的。”我拍了拍手上的灰，故意没有继续说下去，吊足了他的胃口。大熊听着这些他闻所未闻的高级词汇，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穿着打扮像个乡下放牛娃，但气场和眼神却深邃的像个商界大佬的青年，忍不住咽了口唾。兄弟，我看你虽然穿得破，但眼神跟那些流浪汉不一样，透着股狠劲儿和聪明劲儿。实不相瞒，我这箱光盘平时在街上怎么吆喝，怎么降价都没人买，都快压发霉了。你支个招呗，要是能卖出去，赚的钱咱俩平分，也够你吃顿饱饭了。我脑子里回想起这些年在报纸和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些沿海城市的商业案例，嘴角勾起一抹冷厉的弧度。你平时是怎么卖的？就摆在红绿灯路口地上，扯着嗓喊2块钱一张，挥泪大甩卖啊！大错特错！我猛地拍了拍纸箱，眼神如炬。卖这种娱乐消耗品，你不能干吼，你得靠体验营销。
和饥饿影像。你去借个2手的便携影碟播放机，找个人流最密集的夜市口放给他们白看。那我不亏死了。大雄瞪大眼睛，只放个开头。我盯着他，一字一句的把最核心的商业逻辑砸进他的脑子里，放到剧情最刺激、悬面最大的关键地方，直接把机器电源给拔了。告诉围观的人，机器没电了，或者老板今天只让放这么多。人的胃口一旦被吊到嗓子眼，百爪挠心，想看后面的内容怎么办？他们会怎么做？大雄愣了足足3秒，突然一拍大腿，原本暗淡的眼睛直冒绿光，激动的跳了起来。掏钱买盘回家自己看。听我把这套销售技巧倾囊相授，大雄激动的把自己仅剩的半块肉饼死死塞到我手里。当晚就借了个机子，照我说的去夜市摆摊。大雄哆嗦着手按下播放键，将音量旋钮拧到最大，激昂澎湃的画面精准的撞进每一个路人的心坎里。就在播放到最精彩的部分时，幕布上的画面突然消失了，人群猛地安静了一瞬，紧接着瞬间沸腾。卧槽，老板，接着放啊，磨磨唧唧的。多少钱一盘？给我来2盒，快点，钱不用找了。别急啊，给我留一张。果不其然，夜市上当最精彩的武打场面和悬疑剧情放到一半戛然而止时，被掐断画面的顾客们急得抓耳挠腮，破口大骂。但骂归骂，为了知道结局，那些平时2块钱都嫌贵的围观群众纷纷掏出钱包，硬是把那一箱滞销发霉的光盘抢购一空，甚至还因为抢一张盘差点打起。当天深夜，大雄扛着个空纸箱，像头撒欢的野猪一样跑回天桥底下，吧嗒一声把箱子砸在地上，从怀里掏出厚厚一大把零碎钞票，整整齐齐的全拍在我的破凉席上。瑞哥，卖光了，全堂卖光了！大雄激动的浑身发抖，眼泪都快下来了。你这脑子简直就是神仙下凡！这钱我大雄1分不留，全当咱们兄弟俩的原始启动资金。从今往后，你只懂我绝不打稀，咱们一起做大做强。然而我还没来得及高兴，麻烦就主动找上了门。就在大雄交钱的第2天晚上，夜市那一片出了名的地痞恶霸刀哥，带着4个雕龙画凤的混混，气势汹汹的踹翻了大雄庄的摊子。死胖子，听说你昨晚光盘卖爆了，发了大财啊！刀哥手里把玩着一把蝴蝶刀，一脚踩在大雄的胸口上。在我的地盘上赚大钱，保护费交了吗？把你昨晚赚的钱，还有这台破影碟机，全给老子交出来！不然今天废了你！大雄吓得脸色惨白，浑身直哆嗦，下意识的就要去掏口袋里刚捂热的钞票，妥协把钱收起来。我冷冷的喝住大雄，从阴影里缓步走出来，没有丝毫畏惧的直视着刀哥那双凶神恶煞的眼睛。你他妈又是哪根葱，想替这死胖子出头？刀哥用刀尖指着我的鼻子骂道。我不退反进，迎着他的刀尖走上去，目光如古井无波的深渊。我是他大哥苏瑞，收保护费是吧？按照现行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结伙作案，涉黑涉恶，数额巨大，10年起步。我故意拔高音量，用在谢堂6年练就的粗犷嗓音震慑全场。你手下这几个兄弟，为了几百块钱的保护费，进去蹲10年牢，出来老婆跟人跑了，孩子连爹都不认识。刀哥，这笔买卖，你这个当大哥的觉得划算吗？此言一出，不仅刀哥愣住，他身后那几个原本耀武扬威的小弟也面面相觑，气焰瞬间灭了一大半。那个年代的混混最怕的就是这种既懂法又不要命的硬茬子。我见火候到了，话锋一转，我也知道你们兄弟出来混就是为了求财。与其干这种掉脑袋的敲诈，不如做笔正经生意。我目光扫向刀哥腰间那个鼓鼓囊囊的尼龙带，我早就观察到，他这些天一直背着一批从南方进货的废旧电子表到处碰触，压在手里快愁死了。你手里那批电子表1块钱1块都没人要，我按1块5的价格全盘接受。我掏出大雄昨晚赚来的钱，在手里拍了拍，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你清了库存，拿钱带兄弟们去喝酒，我拿货。如果刀哥非要动刀子，那我苏瑞烂命一条。今天拉你2个兄弟垫背，咱们去局子里一起喝茶。这套连消带打、恩威并施的组合拳，直接把刀哥的心理防线彻底击碎。他看着我毫无惧色的眼睛，咽了口唾沫，最终恨恨地收起刀，把那包废旧电子表扔在地上，拿过钱灰溜溜地走了。第2天，我利用废旧收音机的零件，将那些旧电子表的外壳重新翻新打磨，换上了鲜艳的廉价尼龙表带，包装成省城最新进口运动款，转手以5块钱的高价，在小学门口再次卖爆。大雄看着这堪称变废为宝的魔术，一屁股坐在地上，看着我的眼神已经从崇拜变成了看待神明一般的敬畏。瑞哥，我算服了这县城的水，早晚有一天要被你搅个底朝天啊！按着手里越滚越大的本钱，我深吸了一口县城冷冽的空气，眸光微闪。这算什么？大雄，准备一下，我们要去县第1小学门口干票大的。县第1小学门口，这里是客流量最大的地方，县首屈一指的吞金窟。这地方地段极佳，生源多是双职工或者做生意家庭的孩子，一个个都是家里娇惯出的小少爷、小公主，兜里最不缺零用钱。我没急着摆摊，而是先去菜市场的水产区转了一整天。凭借我这6年苦熬出来的养蟹经验，我用极低的价格，几乎等同于白捡，收了几大筐水产贩子平时当垃圾倒掉的碎壳小螃蟹和最廉价的杂碎小虾米。别人以为这是又腥又臭的废料，但他们不知道，我在老家的蟹塘里自己钻研出了一套去新提鲜的秘制草
草药配方，这些成本极其低廉的原料，哪怕只卖2毛钱一个，利润也能翻上几10倍。在第一小学旁边的十字路口，一口大油锅架了起来，我把剔出来的蟹肉和小虾米剁碎，混进面糊里，加上我的秘制香料，下锅一滋啦！第一锅秘制虾饼刚出炉，那股浓郁霸道、勾人馋虫的鲜香味，瞬间顺着寒风飘满了整条街，连隔壁卖烤红薯的大爷都馋得直咽口水。好香啊！妈妈，我要吃那个。老板，给我来2个，不来5个不够吃啊！放学铃声一响，我的摊子前直接被穿着校服的学生和接孩子的家长围得水泄不通，排起了10几米的长龙，可以说是开局直接卖爆。大熊在旁边负责收钱，那个装钱的破铝锅里，零钱眼看着就堆成了小山，他激动得手都在发抖。就在我们忙得满头大汗时，人群外挤进来2个不速之客，我的青梅竹马前女友陈雅。陈雅正亲昵地挽着一个穿着皮夹克、梳着大背头的男人，那男人手里夹着一根劣质香烟，一副县城大哥的做派。忽然，陈雅的目光扫到了摊位后面被油烟熏得灰头土脸的我，她先是一愣，随后眼神立刻变成高高在上的鄙夷，故意大声娇笑着对旁边的皮夹克男人说：“亲爱的，你看那个人，他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个穷光蛋前男友苏瑞，没本事的泥腿子，净身出户后就只能在街边炸这种掉价的臭虾饼，连个正经工作都找不到，脏死了。”皮夹克男人鄙夷地扫了我一眼，尤其是看到我那一身破夹克，不屑地冷哼：“雅雅，这种下等人你以后少看，看多了晦气。走，我带你去前面的大饭店吃烤鸭。”我面无表情地翻着锅里的虾饼，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反倒是大熊气不过。当要拿漏勺跟他们拼命，被我一把按住。然而，当那个皮夹克男人转身时，他的余光不经意间瞥见我们那个用来装钱的铝锅，里面满满当当塞的全是钞票。目测这一锅起码得有大几10块钱，在这个普通工人1个月才赚30、40块的年代，这地摊一天的流水简直苦。皮夹克男人的脚步瞬间停住，眼里闪过一丝极其浓烈的嫉妒和贪婪。他压低声音对陈雅说了几句什么，陈雅的脸色也是一变，嫉妒的眼睛都红了。凭什么他一个捡垃圾的能赚这么多钱？赚的再多也会被他家里人吸干。皮夹克男人冷笑一声，掏出腰间的传呼机走到了街角。半个小时后，正当我准备收摊时，一辆印着“城建卫生稽查”字样的偏3轮摩托车呼啸着停在摊前，一个穿着制服、流里流气的临时工跳下车，拿着根警棍指着我大吼：“谁让你在这摆摊的？乌烟瘴气，无证经营，严重影响市容。油锅原料和钱箱子全给我没收！”周围的顾客吓得纷纷散开。陈雅和那个皮夹克男从巷子里走出来，满脸幸灾乐祸的看热闹。苏瑞，这就是命。陈雅抱着胳膊，笑得花枝乱颤。在这个世道，没有人脉关系，你连个屁都不是。反正你赚的钱迟早会被你家里人吸干，不如乖乖上交，还能少受点罪。大熊吓得死死抱住钱箱子，急得快哭了。瑞哥怎么办啊？咱们被算计了，放手！我淡淡的吩咐大熊，然后从油腻的围裙兜里不慌不忙的掏出一个防水塑料袋。我将袋子打开，把里面2本盖着县里大红钢印的红本本，啪的一声拍在了切菜的案板上。这位同志，我扯过一张破布擦了擦手，盯着那个耀武扬威的临时工，声音掷地有声：“这是县工商局昨天刚批下来的个体户营业执照，这一本是县防疫站盖章的卫生许可证，我苏瑞合法合规，照章纳税。”全场瞬间死寂，那个临时工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他根本没想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炸虾饼的泥腿竟然有这种超前的意识，提前把所有手续办得滴水不漏。我向前逼近一步，眼神如刀刃般锁死那个临时工。按照章程，你一个临时协管员，没有正式执法权，却想当街抢夺合法商户的现金财产，你信不信我明天就带着这2本证去县长信箱，实名举报你滥用职权、寻衅滋事？那个临时工被我身上爆发出的上位者气场吓得浑身一哆嗦，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他深知自己如果被举报，拔出萝卜带出泥，绝对要进去蹲耗子。误会，都是误会。临时工吓得语无伦次，突然猛地转头，指着皮夹克男人破口大骂：“李伟，你个王八蛋，你他妈故意谎报案情，害老子是不是？”说罢，那临时工冲上去，直接揪住皮夹克男人的领子，反手就是一个清脆的大耳光，打得那男人原地转了半个圈，连假发套都飞了出去。啊，亲爱的，滚！以后别让老子再看见你。临时工为了向我表忠心，连踹带骂，把那对狗男女打得抱头鼠窜。陈雅临走前回头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极度的震惊、羞愤和难以置信，像个跳梁小丑般消失在街角。瑞哥，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去办的证啊？大熊看着桌上的证件，惊得下巴都快掉地上。在大街上做买卖，最忌讳的就是把软肋暴露给别人，凡事留后手，这就是教训。我收起证件，重新起锅烧油。这场小小的闹剧，只不过是我在这个县城站稳脚跟的一盘开胃小菜。几天后，虾饼生意依旧火爆，每天都有稳定的几百块现金入口。这天傍晚，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疾
杀在街角，在这个年代能开得起这车的，绝对是县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一个西装革履，夹着真皮公文包，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的中年男人下了车。他在摊子前随手买了一份虾饼，等着接孩子，一边等一边焦头烂额的对着手里如同砖头一样的大哥大咆哮。刘总，我仓库里那30万的冬装尾货，你得给我想想办法啊！资金链下个月就断了，我都打5折了，亏本甩卖了，还是没人要。厂子里几百口子工人，明天就要堵门讨薪了，你让我去跳楼吗？男人挂断电话，愁得直揪自己的头发，一脚踹在电线杆上。我把装好带的虾饼递过去，看着他这副绝望的模样，淡淡的开枪了。这位老板，货卖不出去，打折大甩卖是最低级、最愚蠢的办法。你越打折，别人越觉得你的货是残次品，越是在观望，等你降价。大老板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一眼满身面粉肉，眉头紧皱，语气十分不悦。一个小摊贩，你跟我谈什么生意经？你知道我欠了多少外债吗？我没理会他的轻视，继续熟练的炸着面糊，抛出了跨时代的杀招，把那些滞销的冬装拿出来，别单卖，跟你厂子里目前最好卖最紧俏的秋装热门货绑在一起，包装成换季家庭超值套装，这叫捆绑销售。看他神色微变，似乎有些触动，我没有停顿，继续加码，一击致命。光清库存不治本，你想回笼资金发工资，就得立刻锁死客户，去推出个感恩会员卡，只要在你们那里办卡，充值50块钱，作为来年买衣服的预存款。今天这套价值好几十的捆绑货，直接免费白送。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停止了流。我转过头直视着他，顾客觉得不花1分钱就拿走一大包衣服，占了天大的便宜，绝对会疯狂抢购。而你不仅瞬间清空了那批死气沉沉的库存，这预充值的50块乘以几千上万人，你的资金链瞬间就能复活。这不仅仅是清仓，更是锁定了他们明年的库存，增加客户买你东西的忠诚度，这叫空手套白狼。当了，大老板手里的那份虾饼掉在了地上，他瞳孔剧烈收缩，原本愁云惨淡的脸因为极度的震惊和激动而涨得通红。他像看怪物一样死死盯着我，嘴唇疯狂发抖。绝了，高，实在是太高了。他猛地一拍自己的大腿，激动的眼泪都快飙出来了。我钱建国干了10几年服装，怎么就没想到这招起死回生的绝棋啊？这哪里是做生意，这简直是商业艺术啊！他急匆匆地拉开公文包，从里面掏出一叠厚厚的10元纸币，少说也有700-800块，直接毫不犹豫地往我怀里塞。小兄弟，你这句话是救了我们厂几百口人的命啊！这点钱你务必拿着，算我老钱买你这个金点子的学费。一旁的大熊眼睛都看直了，口水都要流下来，那可是普通人2年的工资。我却面容冷峻，极其平静地挡开了他的手。钱我不要。钱建国愣住，嫌少，老弟，我厂子现在实在困难，等我回了款，我苏瑞不缺这点碎银子。我看着他的眼睛，指了指他公文包里的名片盒，我只要你一张名片，以后在县城有什么事互相照应就行。钱建国眼中闪过一丝极度的震惊与深深的敬畏，他混迹商场多年，怎么会看不出我这欲擒故纵、图谋深远的格局？几百块钱只能解一时之渴，但在最落魄的时候结交一个未来的商界大佬，这叫深谋远虑。他郑重其事地收回钱，用双手恭恭敬敬地递上一张烫金名片。小兄弟，哦不，苏老弟，好大的格局！我叫钱建国，县纺织服装厂的厂长。以后在这县城，谁敢找你的麻烦，就是跟我老钱过不去。看着桑塔纳开语，大雄急得直跺脚，捶胸顿足。瑞哥，你是不是炸虾饼炸傻了啊？那可是大几百块钱啊！你拿张破硬纸片干什么？我把那张烫金名片仔细地收进贴身的口袋里，转头看着大雄，眼神深邃的让他有些害怕。大雄，几百块钱只是眼前利益。通过上次的事，陈雅倒是提醒了我，人脉才是我们跳出地摊，走向整个省城甚至全国的关键。想做大做强，眼皮子就不能只盯着地上的钢镚。仅仅过了3天，这天下午，一向喧闹的小学门口突然安静了下来。不远处的街道上，一辆平时只有县里顶级领导才配坐的黑色进口皇冠轿车缓缓停在了我们那满是油污和面糊的地摊前。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陈雅和那个穿皮夹克的男人李伟看了个正着，他们瞪大了眼睛，停下了脚步。车门打开，一身笔挺高档定制西装，头发梳得锃亮的钱建国厂长从后座走了下来。他的司机麻利地打开后备箱，搬出2箱最顶级的飞天茅台和2条软中华，恭敬地站在他身后。此时的钱建国红光满面，意气风发，哪里还有3天前那副落魄跳楼的模样？周围的家长、路人以及站在远处的陈雅和李伟全都倒抽了一口凉气，李伟更是吓得腿都软了。那是咱们县最大纺织厂的钱大老板，身价好几百万的活财神，他怎么到地摊来了？就在所有人以为钱老板是来视察或者找麻烦的时候，钱建国大步走到我面前，在陈雅见鬼一般的目光中，在这条喧闹的街市上，身价数百万的钱建国突然立正，双手贴在裤腿上，对着一身破旧夹克满手油腻的我极其郑重的深深鞠了一个90度的躬。苏老师受钱某一拜。钱建国的声音中气十足，震荡着整条街道。您3天前的一句话简直是神仙指路啊！
我照着您说的办了预充值会员卡送尾货的活动，仅仅3天，我厂门外的顾客排到了几公里外的国道上，不仅30万的死库存一扫而空，我厂里现在足足回笼了360万的现金流啊！轰，360万！这个天文数字一出，围观群众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惊呼。远处的陈雅捂着嘴，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他怎么也想不通，被他骂作泥腿子的废物前男友，怎么会变成让县城首富鞠躬膜拜的苏老师？老弟，这些烟酒只是谢礼。钱建国不由分说的将茅台和中华塞到大雄怀里。以后在这县城的商界，只要老弟你发话，我钱建国赴汤蹈火。我随意的用抹布擦掉手上的面红，那些谢礼我看都没看一眼，只是轻轻拍了拍钱建国名贵的西装肩膀。钱老哥客气了。我微微一笑，那份从容不迫的底气让周围所有人望而生畏。大雄，收拾一下，明天去买2套西装，这虾饼摊咱们不摆了。我余光瞥见街角已经瘫软在地，悔得肠子都青了的陈雅，冷冷的收回了视线，目光越过县城低矮的平房，看向遥远的省城方向。我们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接下来该去做大做强了。寒风凛冽，大雪封城，转眼已是年底。有了钱建国这层通天的人脉，加上我超前20年的降维商业模式，我和大雄的生意就像滚雪球一样在县城，甚至周边市区越做越大。从秘制虾饼摊起家，到盘下几个档口做餐饮连锁，再到和前厂长合作倒卖五货，短短大半年的时间，我硬生生在这个普通人连100块都当成巨款的年代，狂赚了整整10万块钱，整整10万。在这个年代，这笔钱无疑是一座常人想都不敢想的金山。这天深夜，我正坐在出租屋里盘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我爷爷打来的。瑞子啊，快过年了，你在外头天冷了添衣服没？能吃得饱吗？电话那头，爷爷苍老而颤抖，声音夹杂着杂音传来：老二明天办喜酒，全村人都去吃席，你爸妈硬是没通知你，你一个人在外面没个家，爷爷心里惦记啊，你过得苦不苦啊？听到这熟悉又慈祥的声音，我握着话筒的手猛地一紧，眼眶瞬间红了。从小到大，在这个为学历论、自私自利的苏家，只有爷爷把我当人看。他会偷偷把省下来的白面馒头塞进我怀里，会在冬天烧热水给我洗那双长满冻疮的手。爷爷告诉我，做人只要骨头硬，早晚能出头。爷爷，我不苦，我赚了大钱了。我强忍着哽咽，您等着我，我明天就回来看您，我带您进城享福。第二天一早，我把那10万块钱一沓一沓整整齐齐的塞进我离家时背的那个破旧帆布包里，踏上了回村的中巴车。我要去城里买最大的房子，我要把爷爷接出来，彻底脱离那个吸血鬼家庭。我刚走到苏家大院门口，院子里正热火朝天的摆着酒席，父亲和母亲穿着新衣服，满面红光的招呼客人。一看到我背着破帆布包跨进院子，父母的脸瞬间拉了下来，指着我的鼻子就骂：你个没出息的叫花子回来干嘛？你二弟今天大喜的日子，你想回来沾光吃白饭吗？没你的份。瑞子回来啦！唯独爷爷拄着拐杖，颤巍巍的从里屋走出来，红着眼眶握住我的手。爷爷，外面冷。进屋说，我没有理会父亲母亲的谩骂，反手扶住爷爷进了里屋，关严了门。我拉开帆布包的拉链，露出里面一捆捆崭新的大团结。爷爷，您看，我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这是10万块钱，我在城里赚的，我要去县城买套大房子，把您接过去，给您请保姆，带您去大医院查身体，好好孝敬您。爷爷看着那一包钱，浑浊的眼睛里满是震惊和欣慰，干瘪的手颤抖着摸着我的头。好孩子，我大孙子真有出息。我们祖孙俩沉浸在喜悦中，谁也没注意到窗户外面一道黑影正贴着墙根偷听。父亲死死捂住自己的嘴，眼睛瞪得像铜铃，贪婪地盯着帆布包的方向，心里暗骂：好个小畜生，手里居然捏着10万块的巨款想独吞。刚好老二的婚房还差10万块钱首付，在老家赔了爷爷一吻后，第二天我背着钱回到了县城售楼处。苏先生，这套大平层总价刚好10万块，全款的话，我们可以给您办加急手续。售楼小姐恭敬地说。就在我拉开帆布包准备拿钱付款的瞬间，腰间的传呼机疯了一样响起来，紧接着村大队部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售楼部前台。苏瑞，快打钱，你爷爷不行了。电话里父亲的声音带着极度的惊恐和撕心裂肺的哭腔，心肌梗塞，突然倒在地上，已经送到县医院抢救了。大夫说要马上动心脏搭桥手术，还得请省城的专家飞过来，开口就要10万块保证金，不交钱就不给做手术，你爷爷命就没了。什么？我脑袋嗡的一声，整个人如坠冰窟，连呼吸都停滞了。我爷爷现在在哪？在重症监护室，你赶紧把钱汇到医院的紧急对公账户上，晚一秒你爷爷就咽气，事关爷爷的生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哪还顾得上买房？我一把抢回售楼小姐手里的定金袋，提着装满10万块钱的包就往邮局冲。我双目赤红，像一头发怒的野兽般猛冲，以最快的速度冲进邮局，毫不犹豫地将我拼了命赚来的10万块钱全数汇入了父亲给的紧急救命账户。汇完钱，我虚脱地靠在柱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心急如焚地往县医院赶去。那个冬夜，风雪交加，县医院惨白的白炽灯刺得我眼睛生疼，我像个疯子一样，满身是血的冲进急诊大厅，挨个病房的推门找人。大夫，有没有一个叫苏德福的80岁老人送过来？心肌梗塞有没有？我揪住一
一个路过的医生，声音因为极度恐惧而发抖。医生皱着眉头查了查记录，没有这个名字的急诊病人。你去住院部重症监护室问我。我又冲进重症监护室，护士，求求你帮我查查苏德福，他心脏病发作，是不是转院了？我钱已经打到医院账户，求你们一定用最好的药救他。我双手扒着护士站的台子，眼泪控制不住的往下掉。值班护士翻了3遍名册，看着我这副绝望的模样，无奈的摇摇头。同志，我们医院今天连一个星等的老人都没接收过，更别提什么紧急账户。你是不是被骗了？我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冰冷的瓷砖地上，双手死死抱住头，痛苦的呜咽着。走廊的寒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冻得我浑身发抖。这股刺骨的冷让我的思绪回到了12年前的那个冬天。那时候苏家穷，父亲把家里唯一的一件破旧棉袄穿在了老二苏强的身上，而我穿着单衣在雪地里砍柴，冻得手脚发紫，快要昏死过去。是爷爷，是那个拄着拐杖的冷人，一瘸一拐地走到雪地里，脱下他身上那件满是补丁的羊皮袄，紧紧地裹在我瘦弱的身上。瑞子不怕，有爷爷在，冻不着我大孙子。爷爷那句话，在那一刻成了我这辈子唯一感受过的温暖。我就这么蜷缩在医院冰冷的走廊角落里，守着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回忆，在极度的恐慌、自责和心碎中，熬过了漫长而绝望的一夜。然而，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刺破积雪时，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陈雅打来的。他的声音里透着极致的幸灾乐祸、鄙夷以及刺耳的嘲讽。苏瑞啊，苏瑞，你可真是全天下第一大傻！你什么意思？我咬着牙，眼底布满了猩红的血丝。什么意思？村里都传开了，你爸今天拿10万块钱给你弟弟买了婚房。陈雅在电话里放肆的冷嘲热讽，我真怀疑你到底是不是你爹亲生的。弟弟妹妹都过上好日子，就你还是个废物窝囊废！轰！仿佛一道毁天灭地的惊雷，直直的劈在我的天灵盖上。我的脑子里一阵极度的晕眩，陈雅的笑声像刀子一样扎进我的心脏。人家现在正满村的炫耀，苏瑞，你就是个被全家人耍得团团转的废物。当初没跟你在一起，真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电话挂断了。10万，他们哪里来的10万？那分明是我昨天汇出去的10万块钱，那根本不是什么医院的抢救账户，那是我爹的户头，拿我最敬爱、唯一在乎我的爷爷的命做局，骗光了我准备接爷爷享福的全部身家，去给老二买新房。医院走廊死一般寂静，我慢慢放下电话，眼神里的光芒一点一点的熄灭，取而代之的是深渊般的死寂与滔天的杀意。我的眼珠因为充血变得猩红，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连嘴角溢出了鲜血都毫无察觉。我转身走出医院，外面的雪停了，但我的心比万丈冰窟还要冷。老苏家，我像一头被逼入绝境、彻底发疯的孤狼，从喉咙里挤出3个字，我直接冲进路边的一家肉铺，扔下最后的1块钱，抄起案板上那把还在滴血的后背剁骨刀，塞进后腰拦了一辆3轮车，直奔老家村里。砰！我一脚踹碎了苏家堂屋那扇贴着红双喜的门玻璃。此时，父亲、母亲还有老二苏强和他的新婚妻子正喜气洋洋地围在实木圆桌旁，手里捧着那份大红色的购房合同，乐得嘴都快咧到耳根了。哎呦喂，你个小畜生，想造反啊！父亲吓了一大跳，随即仗着那10万块钱已经变成了不能退的房产，极其嚣张地指着我大骂：瞪什么瞪？老子生你养你，用你点钱怎么了？这是你欠我们苏家的，就是你的钱，就是给家里用的，谁让你自己抠门不肯拿出来？你不孝顺，还不准我们自己想办法拿。母亲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冷笑，满脸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没有说半句废话，大步上前，唰，我从后腰抽出那把寒光闪闪的剁骨刀，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之前，手起刀落，当地一声巨响，狠狠地将刀身剁在实木桌面上，刀锋没入桌面足足2寸，距离父亲那正在比划的手指只有不到半公分的距离。木屑飞溅啊！杀人了！苏娇尖叫一声，全家人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的往后退。苏强更是吓得直接尿了裤子。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们讲孝道，我面罩寒霜，眼神如同看一具具尸体般看着他们，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我早就起草好的一份文件，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这是一份永久断绝亲属关系协议书，外加放弃任何财产追索权的声明。你想跟我们断绝关系，门都没有我告诉你，以后我们老了，你照样得给赡养费。父亲浑身发抖，却还在强撑着嘴硬，不签。我冷笑一声，从兜里掏出了钱建国送我的那部砖头大哥大，在他们面前按下了110 3个数字。昨天邮局那10万块的汇款单据，收款人户头是你的名字，单据全在我手里。你们以谎报病危的名义骗取资金，数额高达10万，在现行法律上，这叫数额特别巨大的重大诈骗罪。我猛地拔起桌上的剁骨刀，指着苏强，我现在只要按下发送键，10万块的诈骗金额足够把你和母亲，甚至拿着赃款去买房的苏强，全部送进大西北的牢房里，少说也是15年起步。至于那套你们引以为傲的县城大平层，我看着瘫倒在地的苏强媳妇，一字一句的宣判，那是赃款买的赃物，公安局明天就会贴上封条，直接查封没收你们，人财两空，还得在牢里把牢底坐穿。听到坐牢15年和查封房子几个字，老二的新媳妇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别大哥，别报警！弟媳吓得花容失色，一把揪住母亲的头发，妈不能报警啊，我这刚过门，还没住上1天城里的大房子，房子要是没了，老二还要去坐牢，我还活个什么劲啊？快签吧，求求你们快签吧！父亲
母亲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如同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死人。他们这种自私自利的乡下人，最怕的就是吃公家饭的警察和坐牢。你真敢把亲生爹妈送进局子？父亲浑身发抖的看着我，还想打最后一张感情牌。你们敢拿爷爷的死活来骗我，就该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我将大哥大举到耳边，厉声喝道，声音如同地狱的修罗：签还是全家坐牢？我只给你3秒钟。3、2，在坐牢和失去房产双重极致恐惧下，父亲彻底崩溃了。他颤抖着手，几乎是趴在桌子上，拿起了那支笔，当着全村几个探头探脑邻居的面，父亲在永久断绝亲属关系协议书上哆哆嗦嗦地按下了血红的手印。我一把将合同抽了回来，小心翼翼地吹干上面的红泥，贴身收好，用整整10万块钱的血汗买断这令人作呕的血缘羁绊。买断以后再无吸血鬼可以要挟的绝对自由，这笔买卖值了。从今天起，我苏瑞与你们这屋子里的任何此生不复相见。就算你们烂在大街上，也别指望我多看一眼。我收起剁骨刀，没有任何留恋地转身走出了苏家大院。风雪落在我的肩膀上，但我却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山海沉浮，时光荏苒，短短几年时间，借着钱建国最初那层过硬的人脉，加上我领先这个时代20年的降维商业模式，我和大雄如同狂风扫落叶般，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整个省城的市场，从连锁餐饮到大型超市，再到房地产开发和金融并购。几年后的今天，我苏瑞已经坐在了省城中心最高地标建筑的顶层办公室里，成为了全省身价数百亿的首富，鼎盛集团的董事长。这天下午，我正低头批阅着桌上的几份跨国并购文件，一身高定西装、气场极具压迫感的大雄推门走了进来，神色有些复杂。瑞哥，刚才底下人查到个消息，今天是你家3妹苏娇出嫁的日子，而且按照你们村里的阴历算，今天也是爷爷的80岁大寿。我握着万宝龙钢笔的手猛地一笔，笔尖在文件上划出一道深深的墨痕，甚至刺破了纸张。爷爷的80大寿，我猛地站起身，心里瞬间涌起一阵强烈的愧疚和思念。这几年我疯狂扩张商业版，我刻意斩断了和家里的所有联系，甚至连回村看爷爷的次数都少得可怜。备车，不，大雄，你带集团最精锐的安保团队和车队，在老家县城外围待命，没有我的死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村。我毫不犹豫地脱下那身价值几10万的手工定制西服，从休息室的柜底翻出了那套几年前我在县城地摊上炸虾饼时穿的旧夹克和破帆布裤，套在身上。我一个人回去看爷爷。2个小时后，我拎着一个不起眼的黑色礼盒，独自一人步履沉重地走进了那个喧闹的村子。苏家大院张灯结彩，红地毯铺到了大门外100米，奔驰宝马甚至租来的婚车停满了一溜。村里人正坐在院子热火朝天的吃着流水席，一个个逢迎拍马的声音大老远都能听见。哎呦喂，老苏啊，你家这回可是飞上枝头变金凤凰了。3丫头苏娇嫁了，城里开大厂的周了，2小子苏强又攀上了咱们县百货大楼的刘总。这以后你们老2口就等着在城里享清福吧。父亲和母亲穿着一身笔挺的红黑唐装，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快挤在一起，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溢于言表。哎呦，那是我这2个孩子从小就聪明，哪像那个苏瑞，当初不知好歹离家出走，听说现在在外面混得连饭都吃不上，去捡破烂了。今天他就算跪着回来求我都嫌他丢人。大哥也真是的，我今天结婚他都不来，肯定是在外面要饭，没脸见人了吧。穿着洁白婚纱的3妹苏娇在一旁娇滴滴的冷嘲热讽，一身名牌西装的老2苏强举着酒杯，大言不惭的对着满院子的乡亲吹嘘道：捡破烂也比回来丢人强。各位乡亲，你们知道我现在跟谁混吗？省城最大的财神爷鼎盛集团，我跟他们旗下百货大楼的老总刘哥是经常一起喝酒的好兄弟。等过阵子，我把妹夫周志伟的厂也介绍进鼎盛集团的供应链，那咱们老苏家在全省都能横着走。我听着他们把我的集团当成肆意吹嘘的资本，嘴角勾起一抹极度嘲弄的冷笑，深吸一口气，拨开人群，迈步走进了院子。让喧闹的院子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一身朴素夹克、满身风霜、毫无排场的我，坐在正堂主位上，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的爷爷，本来正拄着拐杖打瞌睡，听到我的声音，他浑浊的眼睛猛地亮，颤巍巍的站起来，拐杖都不要了。瑞子是你吧？大孙子你可算回来了。我快步走过去，眼眶微红的扶住他干瘪的手臂。爷爷，我回来了。孙子不孝，回来晚了。还没等我说话，母亲尖利刺耳的声音就劈头盖脸的砸了下来。你个不孝子回来干什么？穿得像个叫花子一样。你是看今天3丫头结婚，专门跑回来触我们老苏家眉头，丢我们脸的吗？你早就签了断亲协议，不是我们家的人了，赶紧滚出去！大哥，你要是实在饿得慌，去后厨领2个冷馒头，赶紧走吧。苏强走上前，故意从兜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红木盒子，打开露出一块成色极好的玉佩。看到没？这是我给3妹随的礼，是李大师开过光的羊脂玉。你既然厚着脸皮回来，那你随了什么礼？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家子跳梁小丑，没有理会他那块廉价的塑料玉佩，而是将手里的黑色礼盒极其郑重地递到了爷爷手里。你们全家人只记得今天是老3苏娇结婚摆阔的日子，有谁考虑过今天也是爷爷的80岁大寿？我的声音不大，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全家人脸上。我指着满院子的红字和喜字，双眼微眯。80大寿，高堂之上不点寿香，不切寿桃，全摆着婚宴的红酒。你们全家踩着老人的寿辰，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你们也配在我面前谈笑道？院子里瞬间死寂，很多吃席的村民都尴尬地低下了头。苏强恼羞成怒，一把抢过我手里的黑色礼盒，粗暴地扯开包装。你装什么大尾巴狼？一个捡破烂的叫花子，能拿出什么好东西？这什么破草根，黑乎乎的像虫子一样。你在哪个野地里拔的野草来糊弄爷爷？说着，他用力将那和我花10几万重金买来
来的极品冬虫夏草，狠狠砸在泥巴地上，名贵的药材瞬间散落一地，沾满了灰尘。住手！爷爷突然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怒吼，他猛地推开苏强，颤抖着佝偻的身躯，甚至不顾一个80岁老人的体面，双膝一软跪在地上，干枯的手指一根一根将那些沾了土的冬虫夏草捡起来，紧紧护在怀里。这是我大孙子送我的生辰礼，这是他的一片孝心，就是野草，那也是金子做的，谁也不许扔我的东西。老人的眼泪大颗大颗的砸在泥土上，哭得让人心碎。我心如刀绞，浑身血液都在倒流，赶紧蹲下把爷爷扶起来，像看死人一样狠狠剜了苏强一眼。父亲为了挽回他作为一家之主的面子，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可不管怎么说，今天双喜临门，二小子和三丫头商量好了，明天就接我和你妈进城去住老二那套大平层享清福。至于咱们村里这套老房子，三丫头的婆家周老板已经全款买下来搞生猪养殖了。爷爷一愣，抓着拐杖的手瞬间苍白，嘴唇发抖。房子卖了，那我这把老骨头去哪住啊？穿着婚纱的三妹和一身名牌的三妹夫周志伟对视了一眼，弟媳撇了撇嘴，走上前皮笑肉不笑的说：哎呦爷爷，城里那是高档楼房，没电梯，你这腿脚爬不上去了。再说了，城里空气不好，不适合老人养老，老家后山不是还有个咱们老苏家的祖宅吗？你就在那将就一下，山里多清静啊！我脑子轰的一声，理智的弦瞬间崩断了。后山那个所谓的祖宅是个废弃了10几年，四面漏风，连瓦片都没剩几块的破茅草屋，冬天连个避风生火的地方都没有，里面全是老鼠和蛇虫。你们让他去住漏风的草屋。我猛地转头，双眼因为极度愤怒而布满血丝，指着他们的鼻子怒吼：你们拿爷爷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卖钱，换彩礼进城享福，把一个80岁在冬天连件厚棉袄都没有的老扔进茅草屋里等死，你们还是人吗？你们是畜生吗？你叫唤什么？父亲一拍桌子，满脸狠厉：你早就签了断亲协议，你是外人，这是我们苏家的家事，房产正是老子的名字，轮不到你在这说三道四。就是没钱就闭嘴，别在这妨碍我们。三妹夫周志伟也轻蔑地喷了一口烟圈，我双拳紧握，骨节因为用力过度而咔咔作响，杀意几乎要溢出眼眶。就在我准备发作，想直接叫大雄的人进来推平这帮畜生时，爷爷却死死拉住了我的袖子：瑞子，别吵了，爷爷求你了，别吵了。爷爷仿佛一瞬间苍老了10岁，原本还有一丝光亮的浑浊眼睛里透着一股深深的死气，那是对至亲彻底绝望的死气。扶爷爷进屋，爷爷有话跟你说。我强压着满腔的杀意，扶着摇摇欲坠的爷爷走进了他那间昏暗的老屋。老屋里没有生炉子，冷得像冰窖。我紧紧握着爷爷冰凉如水的手，爷爷，我没捡破烂，我赚了数不清的钱。我眼泪再也绷不住，顺着脸颊疯狂滑落，砸在爷爷的手背上。我在省城买了最好的大别墅，有花园，有暖气。我现在就带你离开这群白眼狼，我去给你请全国最好的医生。爷爷，你再等等我。爷爷靠在破旧的床头，看着我，干瘪的嘴角露出一抹极其满足、极其慈祥的微笑。好孩子，爷爷一直都知道，我大孙子最有出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这6年是老苏家欠了你，是他们瞎了眼，瞎了心。爷爷的呼吸开始变得极其急促，如同破旧的风箱。他的手微微用力，似乎想抬起来摸摸我的脸，却在中途失去了所有的力量，无力地垂了下去。瑞子啊，不气了，爷爷这辈子也活够了，这家人太冷了，爷爷累了。老人的眼睛缓缓闭上，最后那一丝微弱的心跳，在我满是老茧的掌心里渐渐停止了跳动。爷爷一声绝望到极点的悲鸣，划破了苏家大院原本喜庆的夜幕。我双膝跪地，跪在床前，将那个在风雪中脱下羊皮袄护了我一生的小老头紧紧抱在怀里，哭得肝肠寸断，撕心裂肺。然而在这个冷血到令人发指的家里，连悲伤和流泪的时间都不被允许。爷爷去世的第3天，头七还没过，院子里的红喜字被随便扯了下，换上了惨白的白布灵堂锦，招魂香还在燃着，纸钱的灰烬在寒风中打转。我披麻戴孝，正双膝跪在火盆前，面无表情的给爷爷一张一张的烧着纸。就在这时，苏强和三妹夫周志伟竟然领着2个穿着西装的房产中介，大拉拉的跨过灵堂的门槛，手里拿着皮尺，直接在爷爷的棺材面前比划了起来。周老板，这边墙推平，刚好建个大猪圈，这个搭着灵堂的屋子采光好，刚好用来做饲料库，今天就把转让合同签了，赶紧把里面这些破烂，包括这口棺材，全清空搬到后山去。中介指手画脚的说道。我烧纸的手停在了半空，缓缓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猩红双眼死死盯着那群衣冠禽兽。爷爷头七的香还没断，尸骨未寒，还没下葬，你们竟然在灵堂前，在爷爷的遗像下，带着中介来量尺寸签合同要卖。我压低的声音仿佛来自九幽地狱，带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寒意。苏瑞，你差不多得了，装什么大孝子？父亲穿着校服，却满脸不耐烦地走过来，一脚踢翻了我面前的火。死人还能管得了活人的事？你妹夫的厂子急着用钱周转，房子是我的名字，我想什么时候卖就什么时候卖。你一个断了亲的外人，赶紧滚蛋！别在这碍手碍脚耽误我们发财。看着满院子贪婪作呕的嘴脸，看着母亲在一旁数钱的迫不及待，再看向灵堂上爷爷孤零零的黑白衣照，我心底那根名为理智和人伦的血彻底完完全全的崩断。我面无表情的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指挥，伸手从内兜里掏出那部象征着全省最高权力最新款卫星电话，当着全家人的面按通了一个号码，电话瞬间秒通。大雄，我的声音冷的
没有一丝一毫的人类感情，带着不容抗拒的帝王绝杀之意。董事长，安保全线就位，随时听候您的指令。电话那头，大雄的声音沉稳而充满肃杀之气，把集团在县城外围待命的车队全部开进村里，封锁老苏家大院的所有出口。我看着眼前这群仍在嘲笑我拿砖头大哥大装逼的跳梁小丑，一字一句的宣判了他们的死刑，带上法务团队和最高级别的并购指令，告诉刘总和徐总，今天我要把老苏家所有自以为是的靠山全部当众踩成肉泥。是，挂断电话，我不退反进，拉过一把椅，极其霸气的跨坐在爷爷的灵堂正中央，冷眼看着他们装你继续装。苏强指着我大笑，笑得前仰后合。还集团，还车队，苏瑞，你是不是受刺激疯了？以为自己是黑社会老大？你要是能叫来一辆桑塔，我今天把这火盆吃下去！轰隆隆，苏强的话音刚落，村口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仿佛大地震颤。紧接着，1辆、2辆、10辆，足足20辆，统一挂着省城5个8、5个9连号车牌的纯黑色迈巴赫和防弹路虎，如同势不可挡的钢铁洪流，咆哮着开进狭窄的土路，以泰山压顶之势，瞬间将苏家大院门前围得水泄不通。车门齐刷刷推开，上百个穿着黑西装、戴着墨镜、身形魁梧的集团顶级保镖，训练有素的跳下车，动作整齐划一，分列2排，直接死死封锁了院子的大门。院子里的村民、房产中介以及苏家人，全都被这排山倒海般的恐怖阵势吓傻，双腿发软，连大气都不敢喘。紧接着，最中间那辆加长劳斯莱斯幻影的车门打开，一身极品定制西装、气场强大的大雄夹着公文包，在身后县城百货大楼刘总以及供应链主管徐总等一众省城顶级高管的簇拥下，大步跨进院子。三妹夫周志伟眼睛瞬间放出绿光，他一眼就认出了徐总，以为自己祖坟冒青烟了，刚要满脸谄媚的迎上去。哎呦，徐哥，您怎么亲自来我们这破村？滚开，别挡路！大雄身后的保镖猛地伸出手，像拎小鸡一样把将周志伟推飞了3米远，重重的摔在泥巴里。在全场人震惊、错愕、难以置信的目光中，大雄带着这群在全省呼风唤雨的顶级大佬，径直走到坐在灵堂中央，一身就夹克的我面前。随后，几十个人同时90度深深鞠躬，声音洪亮如雷，响彻云霄。董事长，安保与法务团队已全面接管现场，随时听候您的最高指示。轰！如同10万吨当量的核弹，在苏家大院轰然引爆，全场死寂，所有人的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瞪得掉在地上。父亲手里的烟袋锅子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母亲更是倒抽一口凉气，双腿一软，直接像摊烂泥一样瘫坐在地上。苏强刚刚还在嘲笑的，此刻扭曲的像个见鬼的疯子。董事长，周志伟吓得声音都劈哈了，裤裆里隐隐渗出黄色的水渍。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他？他是个在街边炸虾饼的泥腿。苏娇捂着嘴，惊恐的连连后退，直到后背撞在墙上。瑞子，我的好瑞子啊！母亲第一个反应过来，原本刻薄嫌弃的脸，瞬间如同川剧变，堆满了极度谄媚，甚至近乎谄媚到扭曲的笑容。他连滚带爬的扑过来，就要抱我的大腿。妈就知道你是个有大出息的真龙天子，以前都是妈不好，是妈老糊涂了，被猪油蒙了心。你现在这么有钱，你原谅妈好不好？把他给我拉走。我坐在椅子上，眼皮都没抬一下。2名保镖上前，极其粗暴地将母亲拉走，反手按在地上，疼得他发出杀猪般的惨叫。苏强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我不信这绝对是假的！苏瑞，你为了撑面子，花钱雇黑社会来演戏，对不对？刘总，刘哥，你快揭穿他！你不是说你背后的大老板姓林吗？百货大楼的刘总浑身一哆嗦，满头大汗地走出来，看都不敢看我一眼，直接转身对着苏强就是一个响亮清脆的大耳光。哈！这一巴掌势大力沉，直接把苏强的槽牙扇飞了2颗。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叫我哥？刘总指着苏强的鼻子破口大骂，口水喷了他一脸。老子告诉你，鼎盛集团的最高董事长就是苏先生，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从现在起你被百货大楼正式开除，全行业彻底封杀。以后在整个省，只要我刘某人还在一体，哪个公司敢用你，就是跟鼎盛集团作对。苏强捂着肿胀如猪头的脸，如遭雷击，整个人彻底崩溃，跪在地上疯狂磕头求饶。刘总大哥，亲哥我错了，求您别开除我，我刚在城里买了房啊。周志伟见势不妙，还想垂死挣扎，手脚并用的爬向供应链的徐总。徐哥，那我们的生猪饲料大合同，去你妈的合同！徐总一脚踹在周志伟的心窝上，转头恭敬地对我说道：苏董，法务部已经查清了，这个周志伟的工厂3个月前资金链已经彻底断裂，目前倒欠咱们集团原材料货款270万。不仅如此，他在外面还包养了2个坐台小姐，他迎娶3妹，纯粹是为了骗走苏家这块祖宅的宅基地，拿去银行做虚假抵押骗贷填窟窿。你居然是个负债骗婚的王八蛋！苏娇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扑上去跟周志伟撕咬在一起，两人在泥地里打滚，如同丧家之犬。父亲看着眼前引以为傲的2个金龟婿和靠山瞬间灰飞烟灭，最后一丝心理防线也崩塌了，但他还不死心，绝望中想起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村长老太爷救命！父亲冲着人群外疯狂大喊。苏瑞仗着有几个臭气，带着黑社会来村里强民宅欺压亲爹了，咱们老苏家的人不能看着外人撒野。很快，村长和几个拄着拐杖的宗族元老挤了进来，父亲像看到了救星，连滚带爬的过去告状。然而，当村长刚要端起架子发话时，他的
余光猛地瞥见了站在我身后的刘总和徐总这2个人，以前可是县里请都请不来的财神爷，现在却像2个下人一样，恭恭敬敬地站在一个年轻人身后。村长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精，双腿当场就软了，冷汗刷刷的往下掉。啪！村长反手给了父亲一记重重的耳光，大义凛然的怒吼：“苏大强，你少在这妖言惑众！苏董这样的大人物能屈尊回咱们村，那是咱们村的福气。”村长转过身，从随身带着的布包里掏出了一本厚厚的发黄线装书，那是村里的苏氏族谱，各位乡亲做个见证。村长当众大声宣读：苏大强夫妇历年来苛待长子苏瑞，逼卖长子谢堂，更丧尽天良，用亲爹的命诈骗10万巨款，如今又大逆不道，逼死老父亲，在灵堂前量地卖房，简直猪狗不如，天理难容。今天我以一村之长和族长的身份宣布，将苏大强、苏强等作恶之人正式从苏氏族谱中永久除名，永远逐出宗族。不，村长不能啊！除了名，我们死后就是孤魂野鬼，连祖坟都进不去了。父亲发出野兽般的哀嚎，最后一丝侥幸被彻底碾碎。在这个传统的农村，被族谱除名意味着他们在村里将永远抬不起头，被人戳一辈子脊梁骨，社会性死亡。我看着这群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绝望崩溃的跳梁小丑，心中没有一丝怜悯，只有无尽的冷酷。我缓缓站起身，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们，下达了最后的审判。老二苏强，立刻把你城里的大平层卖了，还清你惹下的烂摊子。我把那份盖着法务红章的文件狠狠砸在他们脸上。第二，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后山那漏风的破茅草屋，从今天起，你们全家，包括断绝关系的老二，给我滚回后山茅草屋去住。这辈子就在村里给我爷爷首木房子卖的钱，全部用来重修被你们贱卖的蟹塘。以后你们就在泥水里给我老老实实养一辈子螃蟹还钱。如果你敢跑出这个村子半步，那10万块的诈骗案证据明天就会立刻启动程序，等待你们的是大西北15年起步的无期大牢。我的声音冰冷刺骨，彻底封死了他们所有的活路。这就是你们欠我和爷爷的代价。处理完一切，我转身面对着灵堂上爷爷慈祥的遗照，深深吸了一口气，双膝跪地，极其郑重地磕了3个响头。爷爷，孙子给您报仇了，您在天上安息吧。起身后，我接过大熊递来的黑西服外套披在身上，再也没有看那群在泥地里绝望哀嚎的家人一眼。我大步走出苏家大院，在保镖的簇拥下，坐进了那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中。车窗缓缓升起，将苏家大院震天的哭嚎和无尽的悔恨彻底隔绝在防弹玻璃之外。车队扬起一阵尘土，驶离了这个充满罪恶与剥削的村落。商海无涯，我的帝国霸业才刚刚拉开序幕，而那些曾经背刺我的人，将在无尽的深渊与折磨中度过他们罪有应得的